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在2023年，上海境内的烘焙甜品店就已经突破了8000家。而这座早在19世纪就开始喝咖啡的城市，如今面包、甜点、gelato 早就已经融入了上海人的日常生活里。这次来上海我特意约了一位资深的老吃家，他跟我说别做攻略了，今天就跟我走，我带你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面包 gelato city walk。我是喜欢带你探寻美食的肉仔肉，今天跟我们一起看看上海人到底都在吃些什么好玩意儿吧。上海的第一家店大名鼎鼎的 Sloppy Jim。我说实话，能敢把可颂做成这样的店真不多。这款看着不错。首先，它的面粉用的灰度比较高的面粉，你能看得出来一些麸皮在里边，麦香味很浓，但是发酵比较困难。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家的可颂其实发的是不高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烤的真的很深很深，这个可颂有非常重的焦糖的味道。然后你在闻的时候，你能闻得到非常重的酸种面包的味道。对，刚抓着老板聊了两句。超级酥，面团能明确的吃到里边有酸味的，它的麦香味是非常非常足的。它的味道一直给我那种很确定性的感觉，我每次来基本上就是这个味道。看着其实有一点焦，但其实吃起来没有那种苦的味道。对，焦糖的香味非常非常的足。他们当年开业的时候不在这条路，就排队排疯掉。但我觉得上海就是能经历过那种的排队排疯掉洗礼之后的，所以朋友们不要说什么过气网红他能活下来一定是有他强的地方。对，这两天给肉哥安排的去看的店呢，其实都会比较市区，或者会有一些网红的标签在。OK， 市区的店的确价格会更贵，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吃的这个可颂，好像是20块钱，20块钱，还就是要叠个甲。上海不是只有网红店，就是我觉得可能来上海旅游的朋友来这些店的概率会比较高，不是上海所有的面包或者甜品都这么贵的。反正朋友们，货币汇率你按1比1.5算没毛病。性价比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因地制宜的去看这个问题的。所以，但是你觉得这个20块钱，你觉得？我觉得它真的做的非常有特点。就是这个可颂，我觉得是很多店不敢去做的产品。他可能想做到不去顾及到卖相，去做更多的味道上的层次，他没办法，因为长得丑是卖不出去的。而且可颂真的很少有这么明显的酸味。是的，你包括在巴黎也很少有可颂会做酸味这么浓的一个面团，所以其实非常的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没毛病。试试它的甜品，来一个甜甜圈，第二个外面淋了一层糖霜，然后里边是草莓奶油，典型的那种崩叶的面团，没毛病。尝尝看。我很喜欢这个面，它面团很 Q， 筋性比较好的面团，它的面团发酵时间都是比较长的，这没毛病因为对于一家面包店来说，发酵就是最基础的东西。我理解为什么你们的面包主编会说这家甜口比较明显了，确实是非常标准的一个丹麦面团，里边有杏仁、奶酱。它还有加一些橄榄油在里边，橄榄油香味还挺足的嘞。上面加了一些苹果，然后应该是有石螺吧，然后还有橄榄油，试试。我没吃过这个，算是新品。应该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家甜品蛮会做的。它还不是卡士达酱，它这个应该是一个以青苹果为基底做的 curd， 也就是水果凝乳，有一点微酸感在里边。然后就是它这个青苹果石螺酱，它有很好的保留下青苹果那个略微有点涩涩的酸鲜感。它给到的青草味其实是蛮好的，解了丹麦这个面团的腻感的，蛮好吃的，很清爽的一个丹麦。最后我们3个面包1杯咖啡，一共是消费了106元。总的来说，这是一家出品非常有个性、特点鲜明的店，略有溢价，但是有思路、有设计、有趣，值得尝鲜。其实上海的比较核心的区域有一个方块，中间是以延安路高架为分界线的。传统意义上比较火的那个地方呢，所以我们讲巨富场或者就是武康大楼，那个都是在延安路高架的南边。我们现在都在延安路高架的北面，就静安寺再往北一点点。传统意义上这个地方就比较上班，就是静安女子监狱嘛，欧莱雅就在那边。静安寺再往北一点点，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差不多就是武定路、延平路这个交叉口为中心延展开来呢，是过去几年开始变得比较流行。从 Sloppy Jim 开始呢，就开始出现了一批比较有意思的店。然后 Sloppy Jim 作为今天我们第一家，然后一直就往南边走。上海的确这一块区域的消费水平明显会比其他区域要高一点。因为我以前也住在这附近，就是有很多其实就是老静安的居民，老上海，他们本身也会被这种高物价所困扰。明白。
边走边聊，我们就路过了第2站，一家刚开没多久的社区面包店。有趣的是啊，这里只做盐面包，各式各样、变着花样的圆面包。不过由于这里没有堂食的位置，我们就只好拿着去我们的下一站，一起给你们测评了。我们这是误入了什么地方啊？我的天！然后马上就到了上海 Free Tag 旗舰店哦。我很少白天来这，晚上你是看不到这的。上海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 bistro 叫 Buster， 然后那个是 chef。7拐8弯，我们来到了一家藏得很深很深的面包店。据说这里啊是传奇面包店 MBD 师傅的大弟子。由于买不到面包店，总是买不到，所以这里反而成了尝一尝 Hilloson 的传奇恰巴塔的最好选择。这一大组啊，我们就2家店一起测评了吧。先开始盐面包这家店吧，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分了软硬2种盐面包，你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这2种面包的区别啊。软的盐面包它其实非常偏向于一个甜面团的不流收的感觉，它这个连脆壳都没，给的糖和牛奶打的面应该像是那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奶面包的那种感觉，对，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日式盐面包，其实2种东西。硬的这个你可以就明显看到，它就更贴近我们传统认知中的这种日式盐面包，薄脆壳、透油的底子、高筋面团的这么一种感觉。哇，它底下真的是透了厚厚的一层黄油，这死几条黄油，就筋性很强的 Q 弹的一个面团，我觉得没什么麦香味，口感上给到你的反馈很好，但是它的口味上我觉得差了一些。这个软面团。对啊，这就是小时候桃李面包那种面团。对啊，然后它价格又不贵，3个面包，每个都18块钱，对，一共30块嘛。这个黑松露的可能会贵，没什么黑松露，混在里面有点黑松露酱，忽略不计。它也是用的硬的面团来做的哈，确实里边黑松露量有点少。不得不说啊，烂李子的黑松露盐面包给的还是足够多的黑松露。基本上我吃掉了一些之后，涂了一些黑松露酱在里面。应该黑松露黄油，他们的调味黄油做的。总的来说，3个面包30块啊，出品还算及格。虽然算不上顶级，但这个性价比啊，放在静安区已经算是社区面包店中的佼佼者了。屏幕前的小伙伴，你们觉得如何呢？弹幕留言评论告诉我吧。对，作为一个社区面包店，入门的卖8块，带黑松露这样贵的14块，就肯定你不能说它贵。那我们现在要试的就是上海顶流恰巴塔，或者说梦开始的地方。上海有一家传说中的恰巴塔店，名字叫买不到。日本面包师 Hilloson， 来源真的是 MBD， 就是面包店，真的是面包店吗？面包店。然后这家是他们徒弟的店，基本上就是从这个恰巴塔开始，就是变成了我觉得席卷全国的恰巴塔，调味恰巴塔的潮流，就是从这一个开始的。黑豆松子，炒足的料，好扎实的料，我的天，我去，这个太扎实了，这个料真的。给了一点点橄榄油，含水量非常高的这个包体。当然可能因为它现在就有点凉掉了。OK。但我觉得它的料加的好像比 MBD 还要多。哇，它这个料真的加好足，你每一口你几乎都能咬到松子给到的那个松香油的那种味道。对，黑豆已经有点像那种红豆泥的感觉了，里边非常软，非常软烂。这调味蛮合理的，我觉得。而且它还是有面香在里面，面包还是面包，不是道菜。一个合格的恰巴塔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调味逻辑上我觉得蛮不错的。它新出的季节款，就是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新出了笋开始就会做油焖笋。油焖笋口味。化的油焖笋加一些火腿吧，很春天的一个味道。对，很江南的。哇，这个笋给的也很多。所以恰巴塔是不是反正本来在意大利很多都是当做三明治的？意大利的恰巴塔不会是这样的，意大利呢是把恰巴塔当主食的，就像法棍之于法国人，米饭之于我们。然后恰巴塔里边加了肉就变成了帕尼尼，类比到米饭上来的话，应该是盖浇饭，菜还是菜，饭还是饭。国内的恰巴塔，你们现在要把它当做是什么呢？当做是焖饭来看，各种不同的调味焖饭。说白了，面只是一个味道承载体而已。就是它香椿的，这个好吃。香椿核桃，这个也是非常春季的一个味道哈。这个就真的很江南啊，好吃啊这个。它香椿给的没有特别多，但是那个味道我觉得刚刚好。这个有点像那种葱油的那种感觉，知道吧？你们想一想啊，刚刚我们吃到的3个口味，把恰巴塔换成米饭，3个焖饭，就是3个焖饭，逻辑也是通的，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比较创新的一个小单品，小主食，这是一个紫苏红豆。哇，它这边的红豆馅给的也支持量。哇，它这个紫苏量给的也非常非常的足哈，就是你能看到红豆馅里边是加了非常多的紫苏叶的。但这个对我来讲就真的已经不是面包了。
这个吐司它只是承载馅儿的一个工具了。对，这个东西，比如说你把外面换成包子也可以，换成一个糯米皮做成那种大福，它也好吃。面包只是一个借口，一个载体。总的来讲，4个面包一共70块，性价比确实还不错。招牌出品作为大食店的平替啊，非常合格。同时也有一些自己的新搭配，是一家值得来体验的日式欧包店。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上海我觉得是个非常非常适合骑车，然后而且现在这段时间就很好，但是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就要黄梅天就又很不适合。对，下雨开始就不太合适了。但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就骑车很舒服。对，上海就是最高效的交通工具就是电动车和自行车，就是不好停车，然后又很堵车。巴黎不愧是西方小上海啊，都是以自行车为主的出行方式。已经塞了一肚子面包，接下来呀，咱们要换点别的了。据说这里呀是上海最老牌的初代网红杰拉托店之一。既然来吃冰淇淋，那试吃肯定是少不了的。谢谢。哇，真的好浓郁。杏仁咖啡 ，OK。这个非常经典的味道。哇，这个海盐焦糖不甜，我很喜欢。对，就焦糖的苦味有多一点点。哇，这个抹茶给的好足啊。个人非常喜欢 bergamot。这里面柚子皮的味道好浓哦。我发现你们的风味做的都很浓哎。我要一个3个口味的大份脆筒，在厚着脸皮试了他们家所有口味的冰淇淋之后啊，我点了3个我最喜欢的口味。最上面的这个是招牌 burrata 水牛奶酪的口味，超级的浓郁。如果说我们经常见到的吉拉托里边的奶之花或者是纯奶口味的，奶度大概是在50分的话，这个接近90分的奶度。我们都知道杰拉托一般脂肪含量应该是在10%左右哈，所以它的风味来源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它本身的乳蛋白和酪蛋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吃起来既奶香但是又不腻的原因。而且它上面还加了一点橄榄油跟海盐，我觉得非常的棒。然后第二个是他们家的杨枝甘露的口味，我非常喜欢他们家杨枝甘露口味的一个点是在于它里边的柚子皮的这个味道给的非常的足。传统的杨枝甘露里边芒果可能占味道的主导，但是这个柚子皮其实是香味的主导，芒果给的是一个水果的底味，我觉得这个逻辑我非常的喜欢。然后第3个就是他们家的白玉兰茶，花香味给的非常的足，再加上很清爽的奶基，就是一个非常解腻、非常清爽的一个结尾。其实他们家的味道逻辑，我觉得非常的明确哈，就是把我想要表达的味道放得超级大，然后甜感给的很低，让你能够明确的、强烈的感受到这个味道对你味蕾的冲击。相比起很多成都话叫水垮垮的那种杰拉托的话，他们家的风味上，我觉得做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就是很还原、很尊重食材本味的这么一个杰拉托，蛮棒的。总的来说，他们家的杰拉托风味干净、简单、纯粹、浓郁，加上很棒的质感和合适的甜度，3个口味的超大蛋筒啊，60块钱，放在上海性价比是非常能打了。你们觉得呢？继续我们的杰拉托 walk， 不过接下来的这家新派冰淇淋啊，可以说是颠覆了我很多认知。Not a plum。第一款是寻梅，寻梅的话里面是发酵白糖还有黑豆蔻，然后发酵完之后的白糖会有点话梅味。试试。哦，真的，它好像黑得很深的那种话梅，哇，这么神奇啊！这款是纯雾，纯雾 ，OK。里面的话是马黛茶、意大利香柠檬，然后罗勒和鼠尾草的蒸馏液。哇。然后它整体可能会有点清苦，然后会有点像香水。当听到蒸馏液这3个字的时候，我不自觉把眼神投向了后厨，果然就发现了他们的秘密武器，这台叫做 Girobab 的机器。简单来讲，它就是用真空低温旋转蒸馏技术来提纯分离和重构风味的高级料理实验设备。经常化学拿满分的老吃家小伙伴们肯定都知道哈，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感受到的其实并不只有酸甜苦咸鲜这5种味觉，还有像麻辣这种作用于口腔黏膜上的刺激感，以及那些钻进鼻腔让我们构建出味觉记忆的挥发性香味分子。而这个机器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把味道和香气拆开来，它通过真空环境降低沸点，再用低温和旋转蒸馏去精准捕捉不同的香气物质，既能蒸出食材最细腻的香气，又不会因为高温而破坏掉风味的完整性。所以在调香制香行业里边，这类设备一直都非常重要。后来随着分子料理的发展，它也开始出现在一些高级餐厅的后厨，甚至鸡尾酒吧里。但说实话，出现在一家冰淇淋店里啊，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柠檬胡椒，胡椒的话是我们选了共富的黑胡椒，然后也是做了一个蒸馏液，只要了黑胡椒的香气。
对，没有辛辣味。然后柠檬那边的话，我们是用神经机左边留下浓缩的柠檬那边的酱。这么卷的吗？不愧是上海吉拉头卷王啊！你们真的是用香水的逻辑在做吉拉头，真的这个蛮有意思的。这个就你捏着鼻子吃，你是不一定能吃得出来它是什么东西的，但是到鼻腔的那个味道，你又知道很明确的那个香味的特点它是在的。然而随着试吃的深入啊，我发现这个事情啊，好像不只是有一台机器这么简单。然后这款是莲的话里面是卡曼橘，很厉害。就这个味道，我首先都得想一想。哇，这个杜松子的味道好浓啊！哇，这个松子油，然后它整体其实就是像一个过年的时候放鞭炮，然后鞭炮过后烟熏，这个烟的啊，你们是想模拟这个味道 ？OK， 有点刺激性的感觉 ，OK， 这个超好吃，有意思。这个味道设计的逻辑蛮有意思的。事到深处啊，我们也都聊嗨了，于是干脆移坐到了后厨，唱起了他们还在实验阶段的隐藏口味们。然后这也是玄蒸鸡过后我们加的一个草莓蒸馏液的味道。它的草莓的味道在很后面才出现。他们后面想做一个概念，就是牛奶冰淇淋加各种全真的风味，蛮合理的。就这个口味，你一开始吃到的时候，你以为它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牛奶冰，但是草莓味道会在最后的时候突然冒出来那么一下下。是酒香草头，白酒加草头汁。这款就很香。就对于我来说，草头这个味觉记忆是目前是一个待更新的状态，所以当我吃到第一口这个，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一个类似于酱香科技的白酒的味道出现，但是草头的那个味道确实很难辨别出来。我们俩从进店到现在啊，这些勺子都是我们试口味试出来的，大概20几个口味吧，真的太可怕了。最后呀，我们是买了一个45块钱的双球蛋筒，好让刚刚才赶来跟我们会合的肉嫂也尝一尝他们家这些特别的口味。我觉得这家的杰拉托的风味啊，创新派里边走得非常非常前沿的一个了，就是它的不管是风味组合还是风味的提取方式，都已经完全脱离传统的冰淇淋范畴了，跟做香水其实完全是一致的。就志伟跟我说啊，他说上海的杰拉托已经走在了世界非常非常前列的位置。我之前还同意，今天来了之后，真的是非常认同，就是对风味的那种，我觉得都不叫把控了，把玩儿，对，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厉害。很厉害，很厉害！推荐法甜爱好者、甜品爱好者来这一家试试，你能够真的是我觉得是打开思路的那种感觉。而这最后要去的一家店啊，原因竟然是因为头一天的晚饭，我突然爱上了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春季点心青团。我去，喂，太顽强了吧这个也。于是第二天的一早，在我发现上海还有一家 gelato 店在做艾草青团冰淇淋时，我就决定立刻出发，想看看他们到底是假噱头还是真创意。它是一个青团的一个皮，里边包了一个艾草口味的奶基的 gelato， 艾草给的真的是非常的多哈，就你能很明显的吃到艾草那股很有特点的清新青草的，但是略带一点苦的那个味道，甜度调的也非常的好，然后加上外面超级糯叽叽的那个口感，还非常好的融入了我们自己的春季的非常有特点的这么一个口味，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我真的不得不感叹，就是上海的这些杰拉托，古早的还是创新的，每一个都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在调味上，在味道搭配逻辑思路上啊，都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的，厉害厉害。你们看，一个新生代青团，我们那天吃到的美心是老一代的传统青团。通过这个事情，你们也能看到一个传统的上海的老点心，在和一个新的东西融合了之后，被重新注入了生命跟活力。也许50年之后、100年之后，这个艾草青团冰淇淋，它说不定就成为一个上海的传统老点心了呢，对吧？就跟当年的什么蒙布朗啊、什么歌剧院啊这些点心被发明出来一样，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感觉呢。好了，一口气带你们逛吃了这么多家店，你们最喜欢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家呢？欢迎弹幕留言评论告诉我，也非常欢迎你们把这些视频分享给你身边想去上海逛吃、喜欢面包、喜欢gelato的朋友们。
如果你还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帮我点赞、转发、投币、收藏、一键3连。如果你还想跟我们一起去探索和制作更多的美食，那么请一定要记得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那么咱们这期视频就先这样，下期视频再见 ，Peace out。